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9月20号，又是一个周末啊。那么祝大家周末快乐。这两天呢，美国的川普总统啊，他发布了一个震动全球的移民新闻。他宣布啊，未来的美国 H-1B 工作签证每年要额外缴纳10万美元的费用啊。同时呢，他还推出了他的川普金卡，这个呢，把美国的移民体系啊，就彻底推向高技能和高付费的精英路线。那么很多人肯定就会觉得呢，这个就是美国的移民新闻嘛，对吧？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呢分析了一下以后呢，我发现这个呢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它背后呢，它预示着全球的移民格局啊，要进行一个重大的洗牌。它不光是对美国，它还会影响到欧洲、澳洲、加拿大、亚洲啊。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详细来分析一下、解读一下，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移民啊，对于欧洲、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移民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冲击，还有就是连锁的反应。那么我们之前呢，在2025年初的时候，我还比较乐观的说这个西班牙的移民，因为当时的西班牙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改善，西班牙的移民政策呢，也有一个更简便的一个改革。那么我当时呢还发布了一个2025年移民西班牙会显得更乐观。但是后来川普一上台他发布了一些这个移民政策以后，我就当时说了，我说这个欧洲这边一定会向右转全球将会向右转。当时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还在那边就是觉得我在瞎讲，对吧？因为我们也是小频道嘛也不是什么做的特别好的那种专业的油管节目那么很多人不相信。但是到现在呢，我相信这个已经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了。这两天什么英国法国到处都在游行，全世界都在反移民，对吧？那么今天也是的今天这个川普的这一次的调整，绝对不亚于那个全球向右转的这样的一种转变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同样会被写入全球移民史的重大的一次这个时刻。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H-1B 签证呢，它是美国吸引海外专业人才最重要的工作签证通道过去呢，美国每年呢大约有8.5万名 H-1B 的名额，主要呢是分配给科技、金融、工程类的外籍员工，其中呢，印度和中国人呢是占大多数的那么这次美国川普政府突然宣布呢，任何的新的 H-1B 签证持有人呢，雇主要每年额外交10万美元我一开始呢，我以为这个是什么押金，对吧？就是说你招一个人你要为他什么担保或者给他出10万美元的押金或者说就是就我决定用这个人多少年，然后我给他交10万美元，或者以后我不用他了，我这10万美元退给我什么？不是的，不是的，我仔细的看了一下，不是的这个是每年都要交，而且是不可以退的。它其实就等于像一个签证费用一样，就你要用这个人，你每年要给他额外交10万美元给美国政府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就是硅谷大的公司来讲，对吧？你像什么 Meta 就 Facebook 你像那个什么特斯拉你像微软苹果这种呢，它还是用得起的，因为他们那些顶尖的工程师这种最近这个 Meta 招聘了几个，对吧？都是以几千万美元来结算工资的。那么这种呢，他们是付得起的，10万美元小意思但是对于中小公司、创业公司来讲呢，这个成本就等于就是不可能了就不可能再去用
外籍人了，对吧？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啊，就那些辛苦在美国读书啊，想留下来的那些留学生啊，也可以说是一些人才精英，对吧？啊，如果你不是那种稀缺人才啊，就你只是年薪拿个$10万、什么20万的，这个没用啊。就你不是那种几百万美元的稀缺人才，那么没有公司愿意会为你支付这个天价的费用的，对吧？啊，这个很正常，这个就是一个价值的交换啊。你能为公司创造几百万、几千万的利益的，那么他付你每年给你多付$10万，没问题啊。不然的话，你只是一个$10万、20万、30万的 offer，那随便找一个本地人都不需要多付钱，对吧？所以呢，这一次的 H1B 的它这个签证呢，它从高门槛啊本来就很高，就是抽签啊什么搞得大家都觉得要留下来很难，变成了一个天价的门槛啊。那么川普金卡呢，就是川普他之前也提过，对吧？就邀请富人来啊，他分成什么$100万的一档啊，$500万的一档啊，只要你付钱啊，我就给你金卡。这个呢，等于就是他把移民体系就彻底金融化，变成了一个商品啊，明码标价。以前其实欧洲，大家想怎么卖房子、搞这个绿卡呀或者什么的，那个时候大家不好意思，对吧？啊，就因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全球的老大哥啊，就是你这个民主的灯塔啊，你不带头，我们去卖这个东西，就是他会批评你。现在等于川普他自己就冲在最前面，对吧？就是我要卖金卡，他这个金卡500万档次的非常吸引人啊。那怎么吸引人呢？就是$500万档次的，就你付500万给他，他给你这个金卡，除了在美国本土的收益啊，额外的其他的钱都不用交税啊。这个对于我觉得超级有钱的那些富人们来讲啊，那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么你想来美国呢，可以的啊，要么你有钱，要么呢你有顶尖的技能啊，不是什么一个厨师啊，一个什么的问题了啊，顶尖的技能。没有这两样呢，那么美国的大门就彻底对你关闭了，对吧？啊，那么美国呢，它是全球移民政策的风向标啊，它的改变呢，其实会影响全世界的，对吧？那比如说，这次 H1B 的这个政策对印度来讲呢，打击就是最大的啊，因为印度呢每年是美国这个 H1B 的申请者啊，里面有70%的人是印度人啊。就大家都说嘛，只要美国现在稍微大公司里面混得好的那种 IT 工程师，基本都是印度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有可能会转向欧洲和加拿大啊。中国他们也不太会去，对吧？啊，因为印度人他到中国去生存，我觉得难度会比他去欧洲和加拿大难啊。因为印度人他掌握语言能力很强啊，但是要掌握中文，我觉得太难了啊。而且那个工作环境各方面对吧，还是会有不一样。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呢，H1B 签证本来就很难签的啊，就我前面说的很难签。现在呢，它就直接变成了一个高薪阶层的一个游戏啊。你原来就是留美去读书去留学，对吧？你不但要花几百万人民币就几十万美元的这个学费啊，然后呢，你学完以后你要留下来，看看就是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留下来，对吧？现在呢，基本上是就不可能了因为大概率就大部分的人，除非就是顶尖的人才，对吧？就是顶尖的人才那么对于科技行业来讲呢，美国本土短期呢，它其实是保护了它的就业因为等于是过去的这个制度呢，就是让很多有能力的美国本土人他们呢可能由于一些这种竞争，对吧？因为你能留下来的这些外国人基本都是很拼的，为了 H1B 签证那么他就失去了机会。其实可能就是说
这个人是100分啊，那么这个本土人可能也就是差一点点，或者说没那么努力，没那么拼，对吧？啊，那么一个人才他到了大公司，过了几年以后，他也可能会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是他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啊。但现在呢，等于就是保护了美国的这个就业，对吧？那么对于加拿大、澳洲、英国、欧洲来讲呢，甚至中国来讲呢，这是一个人才的红利啊。那么被美国拒之门外的这些高技能的移民呢，就是公司不愿意为他付10万美元，这些人，他们有可能就会选择这些国家，对吧？所以说呢，川普的这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它不光是对美国啊，它对这个全球的这个高技术移民的这种布局啊，都会打乱。那么我们再聊一聊欧洲吧，因为我自己现在目前还是住在欧洲。那么欧洲会不会未来跟进呢？我觉得川普的这个 H1B 和这个金卡政策呢，对欧洲的未来来讲呢，会出现2个趋势啊。一个呢就是税收化。那么过去呢，我们就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像什么非盈利居留啊，在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对吧？你只要有稳定的收入证明，你不用去工作啊，你就可以拿到居留。然后呢，现在这个反移民的这种浪潮的高涨呢，整个欧盟就有可能会要求你呢要住在欧洲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必须要交税而且这个税不能少。因为过去呢，你像这些居留，你只要租个房子，日常开销，然后呢你那个银行存款给他看一下，表示你是一个有钱人，对吧？但是你并没有去交税有的可能还会利用一些这个漏洞什么的，去用一些本地人的福利那这些人他来了以后，他有的不交税，有的可能还偷偷的工作有的呢就是他也没花什么钱，其实他就存款上每年去续个居留。那么这个呢，随着现在的这种反移民的这种风潮呢，而且美国这么一个这个变局呢，它这个会改变而且很快的那么它未来呢，有可能就是像你申请非盈利居留你就需要每年要交多少税收以上，你才可以续签长期的居留申请，对吧？就是我们说的永居什么的。除了你什么过去说的什么住满5年，对吧？你很有可能还要叫你提交，就是5年你的这个纳税的记录还有就是国籍的申请，你这种国籍申请，它未来可能不仅是要看你有没有什么融入有没有什么语言的考试就是语言等级考试可能还会有一个就是最低的这种纳税的额度这个额度，比如你1年要交多少税？因为现在的趋势就是这样你像那个这2天的游行他们主要就是反移民，然后呢，很多人他就说他们反的是那个非法移民，他们不是反合法移民。其实这个就是你站在一个就是自身的角度去看问题，对吧？比如你是一个合法移民，你就说他们是反非法移民，不是反我，我是有居留的。那你是一个非法移民，你就会说他们不会反我，因为我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我不偷不抢，我只是想找个工作，对吧？所以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但是其实那些反对者，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全球所有的这些欧美国家，他们反对移民的声浪他们主要的喊出的是什么？他们不是反什么合法移民或者非法移民，他们的愿景就是要移民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他觉得就是移民的到来占了工作这个房租越来越贵了，房子也买不起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什么警察医生这些资源被使用了，他要求政府去改变这个一切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我也说过一点
当然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在2026年我们就能看到一些变化的啊，应该是这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欧洲的移民也会变得精英化啊，因为欧洲呢，它也会模仿美国，然后呢就开始呢偏好这种高技能和高税收贡献的移民啊，比如说你像 IT 工程师啊、医生啊、科研人员啊，你就容易获批。你这种什么退休移民啊，这种低技能的劳工啊，你就很难留下来了啊，因为美国这个移民的变化，就会有人涌向欧洲，那么这个人才他就够了嘛，就是人才就够了。本来这些人才，比如说你像西班牙或者意大利，或者说什么法国，本国人很多人他们也要到美国去赚高薪，对吧？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加入美国国籍的话，那么这个 H1B 的这个签证对他们也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觉得，哎呀，算了，我就回来吧，对吧？所以就是等于欧盟自己它就有人才了，那么工作机会就相对来说会少一点，人才的这个选择度就更高一点，对吧？那么随着这种就是说金字塔结构嘛，那你上面的金字塔的人越多了，那么往下压抑啊，那么从事就更普通的一些行业的工作啊，也会有更多的竞争的，对吧？还有呢，就是差异化的竞争啊。那么美国呢，它提高了这个 H1B 的成本后，欧盟呢，它可能会包装自己的啊，它会说啊，我们更友好啊，费用更低啊，然后我的蓝卡的资薪门槛也是更合理啊，对吧？那比如你说像德国的蓝卡，它要求年薪在5万欧左右，它就可以申请了。那么对于很多高技能人才来讲呢，他觉得比在美国要划算，对吧？那么对于未来几年呢，啊，欧洲呢就有可能成为承接美国移民溢出效应的最大的赢家啊。那么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我们这些普通人啊，那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这个全球移民政策的变局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低技能的移民就越来越难了啊！你要想走捷径的这种路子，几乎就会被堵死啊！就比如说那种什么拿一个工作合同啊，你想去换个居留，然后一年一年续下来，以后啊，可能这个合同的标的啊，就要求可能会拔得很高。就对他们本国人来讲没有关系，但你对于外国人，你对移民来讲，可能这个工作合同就要求就很高啊，就不是像你以前说我就赚个1000多、2000多欧元啊，我就能够拿到一份合同，交这点税，我就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居留啊，因为等于这一套模式彻底的就是把之前的那一套给完全改变了。之前的是什么？就是追求量多啊，现在就是要追求精英和有钱人啊，并且呢，就是非盈利和养老移民呢会逐渐的缩水啊，那政府必须会考虑税收还有贡献啊，这个其实也前面说了对吧？就是你这个非盈利的移民还有养老移民啊，就你跑来，你到底贡献了多少税啊？这个东西要明码，对吧？要明码的这个账单大家能看得到，对吧？你不能就是说啊，你银行里面放了多少钱，给我看一下，然后你跑来节约的要死，你也不花钱的，每天坐在家里面，啊，那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啊。他们因为其实这些政策啊，执行了那么多年，那么他们也会有反馈的啊，就数据库里面一看啊，这个政策执行的怎么样，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对吧？啊，然后呢，比如说政党的反对派啊，比如说右派，他就找到了很多这样的内容，对吧？包括像美国现在执行的这些东西，他们互相之间有一个这种有一个这种效应啊，就像那个最近像西班牙那个一直说这个华为的一个什么采购的项目啊，美国就一直批评啊，一直阻挠啊，对吧？反正搞了好几次，西班牙这边也是据理力争，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什么什么的。
但是最后啊，就这个项目还是黄掉了，所以就是，你也不能说啊，就西班牙一定看到美国害怕，对吧？就也不这么一回事。但是呢，应该来说这是一个为了大局，因为西班牙它也要是欧盟啊，对吧？它也要为长期的更大的这种战略布局去考虑。那所以就是到最后啊，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啊或者呼应啊还是很密切的啊。还有呢，就是对于高技能和高收入的人群啊，那么你们未来就是移民市场的大家都要抢的人啊。如果你是学生或者年轻人呢，那么未来呢，如果大家还是想要移民的，那么必须啊，大家要去努力了啊，要去提升技能、提升学历、提升这个语言能力啊。如果是有资产的中产，对吧？或者说啊，就是有一些钱的想要移民的，那么未来呢，单靠这个存款证明呢，肯定是不行了啊。大家要规划税务啊，甚至考虑就是你要搞企业、搞投资，要把钱真实的拿出来啊。很多人会觉得啊，那搞税务怎么办啊？大家会看到的啊，你这个税，这个让你去投资啊，会有办法的啊。但是我现在先不说啊，下一期以后我们找机会再说啊。反正呢，这个就是一个全球移民的金融化和精英化啊。总的来讲呢，川普的这个$100,000的 H-1B 政策呢，啊，还有川普金卡呢，我觉得也才是刚刚的一个开始啊。这个川普不知道啊，就是不是他，可能这是他最后一个任期。反正我感觉现在才9月20号，感觉他今年2025年他一下子好像干了好多事情啊。我觉得这才是第1年啊，后面3年还不知道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啊。我觉得川普现在在美国就像什么，就像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罗马的电影里面那个凯撒啊，他就像那个凯撒那种感觉，给我的感觉啊。世界呢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啊，和2025年之前完全新的一个移民的时代。它真的不再是一个人人都能移民的时代啊，它真的就会变成一个有钱、有超凡的技能的人才能移民的时代啊。所以呢，未来的很多年啊，我觉得全球移民政策的关键词只有2个，一个呢就是钱，一个呢就是税收啊，钱和税收啊。所以呢，如果你现在还在考虑移民呢啊，或者你已经移民了啊，或者说你要为你的孩子考虑未来，那么现在呢就是最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啊，要么你就提升技能，要么呢就是你规划资产，对吧？要么就是你在之前啊，你提前上车了，你加入国籍了，那他拿你没办法，对吧？啊，如果你正卡在这个关口，那我觉得快点行动起来，去做点什么啊。好吧，那么如果呢，就是你们对我的分析啊，对移民趋势、海外生活感兴趣的，订阅我的频道啊，我呢也会持续的为大家进行这种全球移民政策的解析啊，好吧，那么最后还是祝大家周末快乐，谢谢。